Hello， 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你分享的几段皮肤科医师的 YouTube 影片。对，内容蛮广的，有谈到痘痘、痘疤、泛红，还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。特别是提到一个叫无针水光的技术，还有听起来有点硬的肌戒毒，就是停用类固醇那个。对，停用类固醇的经验。没错，这是影片里有医师解释，也有案例前后对比，还有病人自己出来讲。那我们就是要帮你梳理一下，看看关键的资讯是什么，还有这些方法它背后的想法跟可能会遇到的状况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从那个无针水光开始好了。 OK， 根据那个 EP67 的影片啊，这个技术听起来好像是用很强的水柱去冲皮肤吗？对。然后同时把一些东西像玻尿酸或是那个美白常用的左型 C， 对，维他命 C 的一种，把它打进去皮肤里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原理上是这样没错。影片里说主要就是用物理的方式嘛，去清角质还有毛孔里面的脏东西，像黑头粉刺那种。对，然后同时把那些保湿啊美白的成分就导入进去。他们宣称的效果包括改善泛红还有缩小毛孔，让皮肤纹路感觉细一点。影片里好像还有提到对改善那个凹下去的痘疤好像也有一点帮助，这点我觉得蛮妙的。对，他们是推测啦，说可能是改善了那个疤痕周围组织的水肿状况。视觉上的。对，视觉上可能就让凹陷看起来没那么明显。不过影片里的医师也一直强调那个操作的精准度很重要，就是力道跟剂量。对，力道跟剂量都要抓得刚刚好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。他们是觉得这种用水去做的物理清洁跟那个果酸 A 酸比起来可能比较温和一点。影片里也有秀一些案例啦，像是医生自己小孩眼周的状况改善了，还有其他病人肤质变好之类的。OK， 听起来这是一种追求比较快看到效果，直接改善肤况的技术。算是吧。那你分享的另外几段影片，那个 EP43、EP66 就完全是另一个方向嘞。没错，谈的是那个脂漏性皮肤炎，还有停用类固醇，就是他们说的肌戒毒。这个落差真的蛮大的。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路。这两段影片是聚焦在两个病人身上，一个自称财神，一个是蔡先生。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长期因为鼻子旁边额头这些地方红痛脱皮血屑，就是脂漏性皮肤炎的典型症状。对，去看医生诊断是脂漏，然后都长期在擦类固醇药膏，一开始有效嘛，很多都这样。对，但后来效果就越来越差，甚至停药之后反弹更严重。然后他们采取的方法，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有点吓到，停掉所有药保养品，连洗面乳都不用，对，只用清水洗脸，而且还要在脸上涂大量的食用油，像橄榄油，这真的很颠覆。是啊。影片是说用油去软化那些痂皮还是组织液吗？对，这是影片中那个医生建议的方法，听起来确实非常反传统，而且这个过程两个病人都形容得非常非常辛苦。怎么说？就是停药刚开始的时候会经历很严重的爆发期。爆发期？对，医生是说排异反应，就是脸可能更红更肿，长满疹子痘痘，然后一直脱皮，该来的都来了。天哪！而且那个状况是反反复复的，不是说一路就好起来，是波浪形的。他们都说如果没有医生一直解释，还有那个病友群组，就是戒友群互相支持，根本撑不下去。哇！那个医生是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？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？他的治疗逻辑是什么？根据影片的说法啦，那个医生是推测脂漏性皮肤炎可能跟毛孔堵塞有关系。毛孔堵塞？就是毛孔堵住了，皮肤没办法好好代谢皮脂和汗水，角质就不正常堆积，变成你看得到的脱线。所以他的想法是，他的逻辑就是先把所有外来的东西，不管是药还是保养品都拿掉，让那个化学干扰降到最低，
然后期待毛孔有机会自己重新通畅。让皮肤可以恢复它原本的自我调节功能，还有那个屏障功能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酸性保护膜。就是皮肤表面那个弱酸性的保护层。对，那层可以抵抗坏菌的。它的目标是让皮肤靠自己自愈，它还会用那个皮肤镜啊、武士灯去看皮肤底下的变化。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又漫长又难熬的过程。绝对是。所以影片里的医师还有那个病人，像 EP66 跟 EP43 里面都有讲，都一再强调这过程非常辛苦，而且每个人的反应差很多，千万不要自己乱试。对，这很重要。最好是要有专业医师密切监测指导下再进行。那个财神先生也有提到嘛，如果一开始就能用仪器监测，了解自己皮肤到底怎么了，或许问题不会拖这么久，告得这么严重。了解了。所以总结来看，这些资料其实呈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的处理皮肤问题的哲学。没错。一种就像无针水光，用科技介入，希望能比较快看到外观改善。另一种就像机械毒，是针对那种长期用药或保养可能衍生的问题，选择一种非常简化的方式，相信皮肤自己的力量。对，但代价就是要熬过一段很痛苦、很不确定的过渡期。没错，你抓到重点了。这两种思路确实是有很有趣的对照。特别是关于脂漏性皮肤炎的成因，影片里提出那个毛孔堵塞的观点，还要长期用类固醇的风险跟戒断的困难。这些医师和病人的分享，或许能让你去思考一下，我们在面对皮肤问题的时候，追求的到底是快速解决症状，还是说更想去了解处理那个根本原因？而我们平常长期在用的这些产品啊、药物啊，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？好的，这次我们一起梳理了这些关于无针水光、脂漏性皮肤炎和类固醇戒断的资讯，还有他们的经验分享，希望这些讨论对你有所启发。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可以慢慢想一下，我们平常在处理各种皮肤小毛病的时候，有多少努力其实是在治标，又有多少是在治本呢？而长期的所谓保养或治疗，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反而改变了皮肤原本该有的样子呢？